第一次买房子的时候什么都不懂，再加上资金有限，所以就选择了高层住宅还是连廊房，这也是时下比较常见的楼盘。整栋楼有31层，我家在12楼，不高不低的位置。住进去之前还想着12楼的采光通风应该都是不错的，住进去后才发现，虽然12楼已经算是中高楼层了，它的采光真的是一言难尽。除了采光以外，高层的其他缺点也是越住越明显，越住越让人崩溃。在高层住宅中住了5年后，终于有条件换到了洋房住宅，总层高6层，买在了3楼。真的是没有对比不知道，对比过后才发现，洋房住着真的太爽了，这才是好房子。对比1，关于电梯，住过高层的人应该都知道，等电梯、挤电梯应该是每天最头疼的事情了，尤其是早高峰，大家都在赶时间，越是着急的时候，电梯越是慢，每一层都要停靠。等到电梯从顶楼来到12楼的时候，电梯里已经是人挤人，根本进不去了。所以我如果是穿高跟鞋或者抱孩子的时候，就会先从12楼坐电梯到顶楼，再下到1楼。如果只是下楼也还好，大不了爬楼梯。最怕的是下到1楼后有东西忘带，再上楼的话那就简直了，等到人崩溃。搬进洋房后就不一样了，住在3楼，不管是上楼还是下楼都不需要依赖电梯，楼梯上下自如，哪怕是依赖电梯的老人也无所谓，因为一共只到6楼，而且1梯2户，还有几家没有住人，电梯根本不需要等，更不需要挤，很轻松。对比2，关于得房率，买房的时候看过很多楼盘，一般连廊的高层是2梯6户，不是连廊的高层是2梯4户，电梯间和过道面积都很大，这些都是公摊面积，买的100平方米的房子，实际套内可用面积基本只有75平方米，真的很不划算。但是洋房就不一样了，1梯2户的格局，电梯是双向入户，自家门口都会有一个独属于自己的室外玄关可以用，所以洋房的得房率算下来基本能达到90%以上。对比3，关于安全感，很多高层住宅的小区一般都是大盘，整个小区会有10几栋甚至更多建筑物，这样的小区居住人口比较密集，而且人员素质也参差不齐，物业安保也管理不过来，不管是外卖人员、快递人员还是其他外来人员都能随意进出小区，给人的安全感很差。相比之下，洋房小区的安保就更完善细致，不仅大门口有人脸识别的门禁系统，保安也会定时在小区里巡逻，物业管家更是24小时在线。整个小区都是低矮楼层，楼栋数又少，居住人员不多，小区档次更高，相对来说居住人员的素质也会略微高一些，居住在这里会更有安全感一些。另外，万一发生事故，比如火灾、地震时，住在高层的逃生难度更大，逃生机会也更小，毕竟楼层高，人员多，很容易再引发踩踏事故。而住在洋房，即使是6楼，不管是逃生还是救援都会更容易一些，像我家在3楼，完全就没有逃生的担心了。对比4，关于楼间距，开发商在建高层住宅小区的时候，为了利益更大化，会把楼间距缩小，这也就意味着2栋楼之间的距离很近，不管是采光还是隐私性都会差很多。就像我家之前住在12楼，每天只能晒到1-2个小时的阳光，直晒时间真的很少，好在是南北通透的户型，通风效果还算可以。洋房虽然楼层低，但是楼间距比较大，3楼的采光完全没问题，阳台上大多数时间都有阳光，而且和前面一栋楼的距离很远，都不用拉窗帘。对比5，关于舒适度，有人说住在高层住宅的高楼层里能看得到更远处的风景，话没错，但是前提是你家前面没有楼栋遮挡。像我家住在12楼，前面31层的楼房完全把视线阻挡了，根本看不到什么风景。住在洋房的3楼，虽然看得不远，但是能欣赏到楼下的绿植和窗外大树在4季中的变化，更接地气。对比6，关于升值空间，高层住宅在将来很大可能会沦为穷人房，因为它住起来的舒适感会差很多，再加上体量比较大，所以整体升值空间相对来说较小。而洋房就不一样了，它的定位原本就是偏高，服务也更完善，所以后期的升值空间会更大，这对购房者来说也是一个利好。结语，如果你是第一次买房，但凡你的资金允许的话，都建议你首选洋房，不要选高层。住在高层虽然看得远，但是忙碌的打工人根本没有时间欣赏远处的风景，相比之下，洋房带来的居住舒适感更重要。买一套房子，安一个家，这是每一个在外漂泊的人的心愿。所以有时候为了一套房，很多人会掏空所有积蓄，甚至掏空家庭2代人的钱包，只为了能够在一个城市安定下来。买一套房子不容易，所以在选房的时候，不管是选二手房还是新房，都要慎之又慎，既要考虑当下的实际居住情况，也要考虑到以后的升值空间、转手难易程度。资深中介透露，下面这4种房子真的不建议买，买了就是吃亏，不好住还卖不掉。很多第一次买房的人不懂，最容易入坑。
一、老破大房龄超过15年，房屋面积大于120平方米的房子一般都会称为老破大，这类房子不建议大家入手。除了房龄比较老以外，还有以下缺点：一、户型不好，老小区的房子虽然得房率高，但是内部户型结构规划并不是很理想，空间利用率不高，而且多为砖混结构，想重新装修改造格局还需要做多重加固，比较麻烦。二、停车困难，老小区基本上没有地下停车位，地上停车位也比较紧张，甚至很多人根本没有固定停车位，每次能不能停车只能靠运气。三、物业管理差，物业收费低，导致物业管理很差，外人进出小区很随便，安全性没有那么高。四、没有电梯，老小区通常都是楼层在6层左右的步梯，没有电梯，如果是高楼层的话，每天上下楼还是很累的，尤其是对于有老人小孩的家庭。五、难出手，如果你买老破大是作为过渡房的话，那后期出手很困难，毕竟虽然单价低，但是面积大，总价也高，一般人不会考虑买这种二手房。房产中介小刘介绍说，老破大除非是1楼带院子的户型好卖一些，有些中老年人想买来养老的，其他楼层基本上挂在网站1年半载也很少有人咨询，自己不住了就只能用来出租。二、法拍房，如果不是内部人员或者对原房主知根知底的人，真的不要轻易去买法拍房。法拍房的价格低于市场价很多，看似是占便宜，实则存在太多风险。万一碰到不愿意腾房的老赖，或者原房主找了个年纪大的亲属签订长期租房合同，那你付了钱也没法住进去，甚至有些原房主更差劲，给你腾房的时候故意把室内装修设施全都破坏一遍，等你搬家住进去后还会隔三差五的来骚扰你。遇到这样的法拍房谁都没办法。房产中介小王介绍说，他手里现在就有一套法拍房，现任房主花了200万拍下的，原房主在法院人员的催促下推迟了3-4个月才腾房，去收房的时候发现室内家具家电全都坏了，好好的装修也不成样子了。更可气的是，原房主的父母隔三差五就去敲门说现任房主霸占他们家房子，现任房主无奈只能把房子挂在中介，想赶紧脱手，但是1年了，虽然有人咨询，但是一听说是法拍房就立马不看了，想脱手除非亏本大降价了。三、商住两用的公寓，很多年轻人第一次买房的时候会去看商住两用的公寓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产权房。这类房子之所以吸引人，主要是因为面积小，总价低，对资金紧张的人比较友好。不管是常见的一字形户型，还是挑高的 loft 户型，一旦你入手了之后，你就会开始后悔。一、居住成本高，商住两用公寓的水电都是商用价格，而且基本都是不通天然气的，物业费也比普通住宅要高很多。二、安全隐患较大，因为是商住两用的性质，很多人会在里面开公司、工作室，人员进出比较复杂，物业保安基本都不会管。另外，公寓的每层都会有10几甚至几十户，邻居比较多也比较乱。三、不好出手，这类公寓一般只有40年左右的产权，办不了户口，解决不了上学问题，而且很多还办不了房产证，以后想出手的话很困难。房产中介小张介绍说，一般买这类公寓的大多是想创业的年轻人，居住和办公一体化，也有一部分想投资的，或者是因为限购的。现在很多商住两用的公寓都卖不到一半，新房都卖不动，更别说价格差不多的二手公寓了，不大幅降价根本不可能出手。不过这类房子只要装修的清新雅致，用来出租也是不错的，租金都不低。四、偏远郊区，偏远郊区的房子，不管是期房还是现房，最好都不要考虑。买房的时候，销售会吹得天花乱坠，说什么医院、商场、菜场、学校、地铁等设施，要不了2年都会配齐。等你真买了以后，你会发现这些都是空头支票，维权你都赢不了。万一再遇到不靠谱的开发商加期房，就更是遥遥无期了。就像当年某地产在荒郊野外建了个小区门头，就开始卖房收钱，至今门头还在，地产商已经不在了，被坑的全是老百姓。房产中介小雅介绍说，距离市区太远的地段，可能以后也会慢慢的发展起来，变成热闹繁华的地方，但是谁能说得准那要多少年以后呢？变数实在是太大，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真的赌不起。说在最后，不管你买房是刚需、改善还是投资，你都不希望这套房子以后砸手里吧，所以买之前一定要慎之又慎，有些房子真的不能买，买了就等着吃亏吧。